第136章公共马甲。福尔斯愣了一秒，差点怀疑自己看错。紧接着，他脑海内不受控制的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想法。世界先生想接这个任务，也对，他就在贝克兰德。可这是调查啊，不是杀人。道恩·唐泰斯已经够惨了，就放过他吧。把调查目标清除掉，就意味着调查成功，因为不需要再调查了。怎么办？我还要不要接这个任务？整整500磅啊！我只用复述之前发现的事情，就至少能拿到200磅。但竞争对手是世界先生，也许是合作，不是竞争。咦，世界先生怎么会对这个任务感兴趣？他关注的其实是辛德拉斯男爵被诬陷案或者马赫特议员遇袭案。福尔斯终于抓住问题实质的时候，倒吊人阿尔杰隐者加德利亚早已将目光投向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对他们来说，无论辛德拉斯男爵被诬陷案、马赫特议员遇袭案，还是富商道恩·唐泰斯捐出了1万几千磅，原本都不是需要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愚者先生卷者主动接手调查任务这个事实，则让问题一下显得极为复杂，让人觉得里面似乎隐藏着什么重要秘密。月亮埃姆林没想那么多，可也借此察觉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调查任务不是那么容易。他本打算挣点零花钱，弥补下即将失去5000磅现金的钱包，现在忽然不想开口了。道恩·唐泰斯真的不简单，有很大问题，以至于世界先生主动接手对他的调查。或者那2起案子比我想象的更加重要，更为关键。正义奥黛丽心中一动，眼眸微转，借着位置的优势，将所有塔罗会成员的反应尽数记在了脑海里。这里面只有太阳戴里克处在状况之外。于他而言，塔罗会的大家互帮互助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别人给出了任务，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就选择接下，不是很正常吗？正义奥黛丽的目光随即转回了青铜长桌最下方，隐含期待的问道：世界先生，您想接这个任务吗？返回贝克兰德后，他有搜集之前几个月的海上新闻，初步确认了世界先生是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对这位看似礼貌实则危险，做出了许多大事的先生深表佩服，只觉自己的海上冒险情节都淡化了不少。克莱恩已是想好应对，操纵假人世界抬了下手后，就等着正义小姐提问。此时他让格尔曼斯帕罗表情严肃，嗓音低沉的开口道：道恩·唐泰斯是一个身份经过短暂却反复的考量，克莱恩决定透露一部分信息，将道恩·唐泰斯定位为自己卷者的公用马甲。他认为这次如果选择了隐瞒，之后还是会有暴露的风险，因为道恩·唐泰斯即将深入贝克兰德上流社会，随时可能找到大雾霾事件和其他案子的线索。这样一来，很可能就会出现需要正义小姐提供侧面帮助的情况，到时候这位观众大概率能察觉到点什么，发现之前世界是在故意隐瞒。而愚者先生也未提醒，这会降低他的归属感，甚至怀疑起更多的事情，引发愚者信任危机。2位成员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存在，却又默契配合，通过做指定环节的任务，拼凑起整体目标的完成是一件看起来很美好，实际非常难成功的事情。尤其同伴还是一位观众途径的中序列非凡者时，更是如此，没太大可能瞒得过对方。所以在大部分时候，坦白是比说谎更好、更有效、更省事的处理方法。至于为什么不直接说到恩·唐泰斯就是格尔曼斯帕罗，是因为克莱恩不想给塔罗会成员们留下为什么又是他，为什么愚者先生的卷者只有他出现的印象。道恩·唐泰斯只是一个身份。正义奥黛丽敏锐地读出了这句话里潜藏的意思，隐约有了点猜测。然后他就听见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简单说道：我和我的同伴共用的身份，我偶尔会伪装成他。说到这里，他目光不含感情地扫了魔术师一眼。共用的身份，偶尔会伪装成他。那个很惨的道恩·唐泰斯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那个肾脏或前列腺有问题的富商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魔术师福尔斯仿佛被闪电劈中，整个人一下僵硬，大脑麻痹间，他莫名有了点后怕的情绪，下意识就觉得修之前无心的话语很有道理。当一个人的管家、男仆、邻居和周围环境都存在问题时，他本人一切正常的可能并不算高。不是道恩·唐泰斯居住的街区聘请的管家恰好藏着秘密，而是因为他们藏着秘密，才被道恩·唐泰斯、被格尔曼斯帕罗选中。可怜的凄惨的不是道恩·唐泰斯，反倒是他周围的那些与非凡有关的事物。
我错了，我不该让修说愿女神庇佑他，这对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来说更像是诅咒。福尔斯忽然打了个寒战，分外庆幸自己没在留言里建议道恩唐泰斯去看肾脏或前列腺的疾病，否则他怀疑自己已经无法参加这次塔罗聚会，或者是以非凡特性的形式出席，被世界卖给其他成员。正常来说，世界先生应该不知道我就是魔术师，可是我当时有携带莱曼诺的旅行笔记，他有用过这本魔法书，还添加了半神级的非凡能力，他肯定已经偷偷观察过我，记住了我的样子，评估好了我的价值。福尔斯心里的后怕已是汹涌如同大海，表情里充满了苦涩。这个时候，他看见世界先生冰冷的扫了自己一眼，后悔的情绪瞬间加码为特别后悔。还好我刚才没有抢答，没有将心中的道恩唐泰斯印象说出来。当福尔斯逐渐从惊恐的状态缓解下来后，忍不住想起了另一个问题，之前的保镖任务究竟是我们在保护道恩唐泰斯，还是道恩唐泰斯在保护我们？我要不要把钱退给格尔曼斯帕罗先生？某些时候，道恩唐泰斯等于世界先生。正义奥黛丽先是一惊，旋即觉得心里的疑问全部被解开了。福尔斯确实认识道恩唐泰斯，但不知道对方是世界先生。他刚才那明显受到惊吓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道恩唐泰斯之所以看见我更多是惊讶，是因为认出了谎言项链。虽然这件神奇物品已经变化了样子，但它本身源于世界先生提供的非凡特性，或许与这位疯狂冒险家存在着某种感应。毕竟格尔曼斯帕罗也可以伪装成任何人，拥有调整面容的能力。虽然我只向倒吊人先生问过动物服食了魔药该怎么办，但之后搜集材料往往都是双份，世界先生很可能据此猜测出我身边还有别的观众，于是才提防起躲在暗处打量大厅的苏茜。别人或许不会怀疑动物，但世界先生经历丰富，肯定接触过超凡生物，警惕这方面的事情非常正常。也就是说，道恩唐泰斯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先生当时已经知道我是正义，但没有选择接触与沟通。他的处理没有问题，那种情况下，除非直接说，否则很难有别的办法让我猜到，让我相信。而在圣塞摩尔教堂里说塔罗会相关的事情，这实在太过疯狂。短暂的错愕和震惊后，奥黛丽大部分情绪迅速回落，只留下了兴奋。除了他介绍入会的魔术师福尔斯，这还是他第一次在现实中与塔罗会其他成员见面，有一种历史在这一刻被书写的感觉。世界先生以及愚者先生的其他卷者，他们应该也算是世界，为什么要弄出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他们究竟想做什么？辛德拉斯男爵被诬陷的事情，马赫特议员被袭击的事情，他们捐款建立助学基金的事情，真的比我预想的更加复杂，更加重要啊！怎么忽然觉得王国上层开始不平静了？这种感觉在埃德萨克王子死亡大雾霾事件发生时，我曾经有过，今天更加强烈了。现在知道了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我或许能侧面参与和配合，降低爸爸妈妈他们被波及的风险，降低那些无辜者死亡的风险。思绪分成间，正义奥黛丽很快有了决断，那就是答应父亲加入鲁恩慈善助学基金。然后他在心中嘟囔了一句，塔罗会世界先生建立的慈善资金由塔罗会的正义加入，不是很合理吗？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这一刻并不是太惊讶于道恩唐泰斯就是世界，就是愚者先生卷者的集合。他们脑海里闪过的最多的一个念头是，贝克兰德将有大事发生。第137章检举他，贝克兰德又有什么事情在酝酿？上次大雾霾事件的延续。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一边揣测，一边重视起辛德拉斯男爵被诬陷案和马赫特议员遇袭案，各自准备通过相应的渠道获取更详细的信息，看能否发现点异常。他们并不着急，没打算现在就直接询问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究竟有什么意图，或者说具体谋划着什么。感觉对方并不会详细回答，顶多点上一句，所以计划先搜集情报，做个外围调查，接着再是具体状况决定后续。与此同时，他们忽然发现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公布于塔罗会似乎是相当好的一手牌，以后只要关注这位富商的消息，就能初步把握到愚者先生卷者的一些行动，从而默契的给予配合或提供帮助。而这又是个假身份，一旦暴露问题，立刻就可以扔掉。同样的，
他们也能为这个身份间接作证，让道恩唐泰斯更加真实。最简单的例子是，如果这位富商有海上背景，那隐者加德利亚就可以给自己的船员、朋友、合作伙伴等灌输相应的情报，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觉得真有这么一个家伙存在。等到官方组织试图调查道恩唐泰斯来历的时候，就会发现确有此人，确有其事。短暂的静默中，正义奥黛丽正要开口回应世界先生刚才的话语，就看见月亮先生坐直了身体，望向青铜长桌最下方，主动问道：这个公公的身份是用来做什么的？正义小姐刚才提到的什么男爵被诬陷案、议员遇袭案，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作为贝克兰德的居民，月亮埃姆林还是相当关心生存环境的。你问那么多，怎么不自己去调查？我为了不卷入漩涡，已经主动跳出来了。克莱恩腹诽了埃姆林怀特2句，让假人世界低沉笑道：当然，有待调查。他的简洁回答翻译成详细的话语就是：那2起案子肯定有深层次的问题，但这是秘密，我不打算告诉你。同样的，道恩唐泰斯这个公共身份的作用，你也别问。月亮埃姆林虽然有的时候情商比较低，但还是听得出来世界的潜藏意思，遂干笑一声，向后靠住，假装自己很满意对方的回答。正义奥黛丽见状，用了1秒钟的时间控制住差点上扬的嘴角，接着才对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好的，我明白了，感谢您的告知。这个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加入鲁恩慈善助学基金是件好事，以后真遇到什么风险，或是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完全可以提前通知世界先生一句，然后正常的前往基金会，在道恩唐泰斯隔壁忙碌。如果心理炼金会对我有了怀疑，或是拿任务试探我，我就约他们在基金会见面。道恩唐泰斯的形象和世界先生在挥舞之上表现出来的样子真是完全不同啊。世界先生是个经验丰富的伪装者，还有道恩唐泰斯是公共身份，不是任何时候都等于格尔曼斯帕罗，难怪会有他在女性方面喜好广泛的传闻。格尔曼斯帕罗这种疯狂的杀手、冒险家，肯定是配纯洁天真的少女才恰当。作为一名观众，奥黛丽难以遏制地产生了点联想，而听到他回答的克莱恩则忍不住吐槽起来：什么叫感谢我的告知？不是应该支付500磅的调查费用吗？感情，你是把这当作内部成员间的分享吗？他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点了下头，未再多说到恩唐泰斯的事情，转而望向小太阳道：你们那里有鬼术邪怪吗？世界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或许你们用的是其他名字称呼他，总之他擅长伪装，能力诡异，近乎半神层次，有一只特性聚集的主演。他故意点出近乎半神层次，不是为炫耀，而是提醒小太阳这是很危险的怪物。不过隐者加德利亚、倒吊人阿尔杰都没有太在意这一点，因为世界代表着愚者先生的眷者们为同伴求购半神层次的材料很正常，而且他就算是为自己准备，也不会太让人惊讶。格尔曼斯帕罗已经是序列5，提前搜集材料属于常规操作。隐约间，在他们心里，世界先生尽快脱离序列5这个层次似乎是一件好事。太阳戴里克想了想道：常见的怪物里没有，但或许有谁遭遇过，我会翻找资料或帮您询问的。假人世界嗯了一声，恢复了沉默。等到魔术师福尔斯又一次求购古老怨灵的诅咒物和残余灵性未果，交易环节就此结束。抢在倒吊人先生询问太阳前，福尔斯偷瞄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一眼道：我最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出现了近乎真实的宝藏，包括……他详细描述了梦中出现的景象，末了道：那是命运和隐匿结合的复杂符号。福尔斯正要转向青铜长桌最上手，向愚者先生提出具现请求，突然就听见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说道：你说的是这样的符号？假人世界先是做了个请求，接着展示出一枚徽章。这徽章只得眼珠大小，表面是命运与隐匿2个象征符号的结合。它来自兰尔乌斯，是命运影视聚会的加入凭证，不过克莱恩一次也没尝试过。魔术师福尔斯望了一眼，略显结巴的回答道：是的，就是这样。等到回答完毕，他才发现世界先生不仅还原了符号，而且还给出了物品。豁然间，他有了一个明悟：道恩唐泰斯选择伯克伦德街居住是有针对性的行为。他刚转过这么一个念头，又听见了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嘶哑的嗓音：那个宝藏是陷阱，他果然知道。还好我明白要请教经验丰富者，
魔术师福尔斯舒了口气，堆起笑容道：“感谢您的提醒。”正义奥黛丽则略显好奇的问道：“世界先生，这个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为什么说是陷阱？”克莱恩操纵世界，简单回答道：“它代表着一群自称命运隐士的小偷。命运隐士、小偷。”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若有所思地记住了这两个名词，根据自身的见识，分别做出了一定的猜测。前者怀疑是一群偷盗者建立的组织，后者认为有第4纪的古老家族参与。月亮埃姆林怀特经过仔细回想，确认自己并未听说过类似的组织，打算回去请教下血族高层。而克莱恩此时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那个曾被封印在下水道深处的偷盗者途径半神果然还没有离开伯克伦德街，很可能就藏在海柔尔家里，而且这位半神一点也不安分，竟然用梦境的方式影响魔术师小姐。不行，不能任由他这么下去，得尽快排除隐患。回头找一找诗人同学，提醒那么一句，他体内的老爷爷对同序列的半神不会没有兴趣。考虑到这里，悠然望着众位成员的愚者先生嘴角带上了笑意。正义奥黛丽隐约察觉到了愚者先生的情绪变化，于心里咕哝起来。那群自称命运隐士的小偷，与愚者先生的某位老朋友有关。梦境宝藏的话题很快告一段落，隐者加德利亚想起了一件事情，对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你要的情报，这周给你。”此时此刻，他有点好奇对方为什么要索取西拜朗有关的资料了。不过他不是太阳，也非月亮，有不懂立刻就会问，更习惯于自己先做一定的线索搜集。好假人世界点了一下头，克莱恩则于心里感慨，有这么一个隐秘组织，很多事情确实简单了不少。见他没有多余的话语，倒吊人阿尔杰侧过脑袋，对太阳戴里克道：“弄清楚前任首席陵寝的事情了吗？”太阳戴里克有些羞愧的说道：“我才交到2个朋友，作为一个走太阳途径的非凡者，他在训练场与人做纯粹的格斗，10次赢不了1次，依靠被揍总算和以前的熟人建立起了联系，但称得上朋友的只有2个。”不等倒吊人回应，他连忙补充道：“不过我有听说6人议事团是想打开那座陵寝，不管怎么样，至少得回收特性在白银城，没人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浪费就是犯罪。”倒吊人阿尔杰轻轻颔首，将嘴边的教育话语改了一下道：“做得不错，不一定是朋友才能提供帮助，当你建立起联系的人足够多，自然会收获一定的情报。”第138章直击内心的问题。得到认可的太阳戴里克怔了2秒，内心的羞愧感一下淡化，不太好意思的说道：“我会进一步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我会努力在下次塔罗聚会前再交2个，不，1个朋友的。”戴里克迅速在内心又定了个目标。克莱恩见状，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低哑开口道：“如果涉及死神领域，可以请教我，而我可以请教阿兹克先生。”他默默在心里补了一句：“至于弗兰克里的新蘑菇，他暂时不打算转交给小太阳，因为那还只是半成品，最终的果实充满毒性和疯狂。”“谢谢您，世界先生。”太阳戴里克感激回应道。又交流了下别的事情后，塔罗会步入学习环节，直至尾声。回到现实世界，克莱恩立刻就着手解决那位偷盗者半神的事情。可他发现预想的计划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他根本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找伦纳德·米切尔和他体内寄生的老爷爷。圣塞摩尔教堂，伦纳德确实大概率在那里的地底，可我没办法进去啊。他1周也就到教堂祷告1-2次，而且时间并不固定，我不可能一天去3次。1周去7天，就为了与他碰1次面，这什么鬼剧情？难道是所谓的守株待伦？就算我真这么做，也未必有效。身为红手套的他，很可能已经离开贝克兰德。克莱恩边吐槽边深深的后悔之前太注重话术的引导，太专心于忽悠伦纳德·米切尔，忘了询问该怎么联络对方。我当时就应该对伦纳德说，如果他有什么想说的，也会代为转达，借此约定一个私下的联络方式。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只能上最后的办法，那就是问魔镜。于纸上画出窥视与隐秘柔和的符号后，克莱恩将目光转向了全身镜，看见那里水光浮动，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惨白的鲁恩纹。伟大的、至高的、尊贵的主人，您渺小的、谦卑的、惶恐的仆人阿罗德斯应您的召唤而来。在回答问题前，我要说，我错了。克莱恩挑了下眉毛道：“
为什么突然认错？镜面之上，惨白的鲁温文扭曲蠕动，变化为新。总之，我就是错了。一连串的省略号后，惨白的单词颤颤巍巍的成型。最近有好些人在打听您的情况，知道了您现在这个身份的风评，所以道恩唐泰斯生性风流，只要漂亮就能接受的形象已经流传出去，就连正义小姐都知道了。还好，我用的解释是公共马甲，不止一个卷者在扮演道恩唐泰斯，爱好广泛，完全可以解释。嘿，瞧瞧，把这镜子吓得脸都白了。克莱恩有所恍然，暗笑一声，转而说道：该你提问了。全身镜上那些单词依旧惨白，组成新的话语，您原谅我了吗？不，我的意思，您愿意看我后续的表现吗？这态度，克莱恩心中啧啧有声，表面沉然说道：那你努力，是伟大的主人。镜子表面，惨白的单词纷纷焕发出荧光。您召唤我过来，是有问题要考教我吗？克莱恩点了点头，是的。伦纳德·米切尔接下来几天住在哪里？阴白的痕迹飞快扭动，凑成了新的文字。平斯特街7号文字之下，镜面水光荡开，凝出了一幅画面。那是门牌号为7的联排房屋，那是正在掏钥匙的黑发绿瞳青年。还是老地方，没有变啊。如果我直接上门去拜访伦纳德，会有失他心目中道恩唐泰斯的形象，降低了层次。让埃姆林怀特去，反正诗人同学应该已经查到，这个吸血鬼和夏洛克·莫里亚蒂，也就是克莱恩·莫雷蒂有交情。目前的问题在于，那位老爷爷的立场难以判断，无法确定他真实目的的情况下，给如今状态的他送一份大礼，未必合适，也许会给伦纳德带来极大的危险，因为不涉及我本身，去灰雾之上占卜很可能得不到有效的启示。克莱恩心念浮动，有了改变计划的想法。比起将那位偷盗者半神的存在直接告知伦纳德体内的老爷爷，借用帕列斯·索罗亚斯德或者阿蒙的名头警告目标，让他远离这片街区，是更加柔和、更小隐患的处理思路。当然，前提是不暴露我自己。克莱恩沉吟几秒，再次问道：海柔尔·马赫特身边的半神藏在哪里？镜子表面，水波般的光芒一层层荡开，场景发生了改变。绣着华丽花纹的厚厚地毯上，是一组皮质的小沙发，其中那张单人沙发的表面铺着张毛发洁白、密密麻麻的垫子，垫子中央躺着一只灰色的老鼠，与同类相比，它的眼睛更接近暗红。老鼠，那位偷盗者半神寄生到老鼠体内了，而且还大摇大摆的睡在海柔尔的房间内，弄了那么一张看起来就很贵的垫子。这是因为我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不得不变成这个样子。克莱恩先是一阵愕然，旋即有点想笑。场景固定了下来，一行银白的单词凸显浮现。伟大的主人，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很敏锐吗？克莱恩嗯了一声道，利用房间里的镜子警告那位半神，告诉他这条街道所在的区域有一位缺乏善意的偷盗者途径天使徘徊，而且毒神者阿蒙随时可能过来。好的，主人，我马上去做。镜子之上，那一个个单词光芒焕发。海柔尔的卧房内，灰色老鼠灵感忽有触动，猛地站了起来，将目光投向了房间里那面全身镜。全身镜的表面，一个个仿佛由还未凝固的鲜血书写成的单词凸显了出来。远离这片街区。灰色老鼠的目光凝固了一秒，沉默片刻道：为什么？血液似乎还在流淌的单词缓慢化开，形成新的文字。周围区域有一个急需补充的偷盗者途径天使徘徊，这条途径所有高序列的天敌。毒神者阿蒙在赶来的途中，我提醒你，是因为我不想他们得到好处。灰色老鼠低低吱了2声。陈雅问道：你究竟是谁？他此刻非常懊恼，懊恼之前积攒的力量总是被逼浪费，否则他现在可以用占星术来确认下情况。不知什么时候幽暗下去的全身镜上，鲜血淋淋般的单词豁然消失，又猛地浮现，换上了新的内容。我已经回答了你一个问题，根据对等原则，轮到我发问了。紧接着，新的一行血红文字凸显于下方。你匆忙寄生于老鼠体内后，应该有受到这具身体结构和激素的影响。现在会让你产生交配欲望的对象是人类女性、人类男性、母老鼠、公老鼠，或者所有。请回答。就在这个时候，海柔尔将门打开了一道缝隙，
而那里的灰色老鼠不知被什么影响，竟没有察觉。房门又敞开了少许，海柔尔发现那位自称活在传说里的半神半人正呆呆看着镜子，似乎迷醉于现在的外貌，一只灰色的老鼠。海柔尔眉毛微微皱起，下意识顿住了开门的动作，然后他看到那灰色老鼠浑身颤抖了起来，红色的眼中流露出明显的凶光。不要和我开玩笑，这灰色老鼠低哑吼道。他扭头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可无形的枷锁突然禁锢住了他的老鼠身体。这样的力量，他状态完好时并不畏惧，可现在他的积累已一次次被耗光。最近一次是给道恩唐泰斯请的非凡者保镖托梦。啪！一道银白而粗大的闪电凭空而落，劈在了那灰色老鼠头顶。海柔尔眼中先是赤白大亮，看不见别的事物，旋即恢复视觉，发现灰色老鼠皮毛焦黑的躺在地上，四脚一抽一抽。第139章里是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欠缺精力的海柔尔短暂竟不知该怎么应对，愣在那里好几秒钟，才推开房门冲了进去。当他来到焦黑老鼠旁边时，这自称半神半人的存在已翻身立起，口吻平静的说道：你忘记关门了啊？海柔尔先是一脸茫然，接着才发现自己急于弄清楚状况，没像往常一样随手关门，防止女仆窥视那里。见老鼠似乎没什么大事，海柔尔抿着嘴唇，转过身体走回了门边。这个过程中，他没忘记往全身镜方向望上一眼，只见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清晰的映照着房间内的景象，不多一人，不少一物。咔嚓的声音里，海柔尔主动问道：老师，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皮毛焦黑的老鼠侧对着他，目光投向窗外道：在神秘学的世界里，在任何涉及超自然力量的地方，都充满危险，不能大意。我刚才试图借助镜子做一次占卜，结果引来了未知存在的注视，经过激烈的对抗，终于解决了问题，没让危险蔓延至整个街区。这老鼠话语流畅，没有一点结巴和断续，似乎刚才的雷劈只是一件小事。这样啊，为什么你之前没提醒过我这方面的事情？海柔尔难以遏制的皱起了眉头，隐约闻到空气里弥漫着毛发烧焦和油脂分解的混杂气味。不等他开口回应，那老鼠转而朝向阳台，近乎背对着他道：我的身体状态因此出了点问题，不再适合留在这里，否则很容易被黑夜教会发现。你找机会将我送去你家位于郊区的那个庄园。望着老鼠一片焦黑的皮毛，闻着烤肉般的香味，海柔尔沉默几秒，压住疑惑，点了下头道：好的。伯克伦德街160号。坐在安乐椅上的克莱恩看见全身镜表面又洋溢出水波般的涟漪，蹿升起一道道银芒，银色的单词相继成型，组成了一个句子：伟大的主人，您渺小的仆役阿罗德斯已遵照您的吩咐，警告了那个偷盗者途径的半神，并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惩戒塔。克莱恩正咀嚼阿罗德斯使用的人称代词时，镜面波光粼粼，映照出了一幕场景：银白的闪电凶猛劈落，灰色的老鼠抽搐着倒下。这也太弱了吧！克莱恩突然明悟，这位半神的状态或许比自己想象的更差。您满意我的处理吗？银色的线条快速蠕动，变成了一个问句。不错，克莱恩轻轻颔首道。考虑到那位半神的状态，他顿了一秒，试探着询问：你为什么不直接杀掉他？阿罗德斯在镜子表面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银色的单词。如果不能确保真的可以杀掉半神目标，那最好不让将他们逼到绝境。一旦他们不再压制，彻底放弃自我，那就会异变为不完整的失去理智的神话生物。很多时候，他们状态不对，难以发挥力量，就是因为在对抗失控的倾向。我本体不在这里，只能做个小小的惩罚。最后一行话语凸显的同时，全身镜上的水光闪烁了2下，克莱恩忽然有了某种生物正眼巴巴看着自己的感觉。他未做这方面的回应，点了点头道：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再召唤你。好的，主人。镜面顿时印出了一个挥手的简笔画表情。收拾了下房间，克莱恩结束午睡，开门走出了主卧室。没过多久，戴着白手套的管家瓦尔特来到3楼，进入有大阳台的半开放房间，对雇主道恩唐泰斯道：先生，教会那边送来了一封信，邀请您担任鲁恩慈善助学基金的理事会理事。您可以选择直接在里面任职，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
或者只是将这当作名誉头衔，只在有重大事务时才参与讨论和投票，教会效率很高嘛，已经把架子搭起来了。克莱恩想了想，觉得既然已经捐了1万多镑，那就没必要再去领薪水，做事做得彻底一点比较好，遂斟酌着开口道，当作名誉头衔，但我希望能偶尔参与基金的实际运作，为它的推广，为帮助到更多的人贡献额外的力量。我会将您的想法转达给教会的。瓦尔特认真回应道，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没有别的事情，那周3上午最好去见证一下这个基金的正式成立。克莱恩端起古次杯，喝了口红茶道，好。黄金梦想号上，达尼兹站在甲板前方，忧郁地望着前方波涛起伏的蔚蓝大海。被格尔曼斯帕罗又一次催促后，他觉得不能再拖延了，要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变成赏金。我可不想睡着睡着就成为一堆钞票，被怀疑就被怀疑吧。达尼兹龇牙咧嘴了一阵，鼓起勇气，通过舱门直奔船长室而去。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安德森·胡德的情况下，他只能去面对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爱德华兹。抵达目的地后，达尼兹连做了3次深呼吸，才举起右手准备敲门。就在这时，冰山中将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请进。达尼兹顿住右手，挤出笑容，开门而入。他随即看见自家船长坐于书桌后，拿着深红色的吸水钢笔，不知在写些什么。船长，我有事情想请教你。达尼兹靠拢过去，微微弯腰，笑着说道。艾德文纳放下钢笔，拉了拉由蕾丝结成花朵般领结的衬衣的袖口，望了达尼兹一眼道，你想问西拜朗的情况啊？达尼兹的表情一下变得呆滞。船长已经知道了，肯定是铁皮水桶这些混蛋，这些狗屎将事情告诉了船长。我就知道，在这艘船没什么秘密能够保守，对船长而言更是如此。心中一番怒骂后，达尼兹重新堆出笑容。是的，你知道的，我对历史和地理都非常感兴趣。艾德文纳清澈如同泉水的眼眸略有转动，看向窗外道，这是国际政治不等。豁然僵硬的达尼兹寻找别的借口，他自顾自说道，在西拜朗有鲁温人管理的城市，有属于英蒂斯的谷地，有被鲁温支持的土著将军，有遵从英蒂斯吩咐的部落，也有借助2个大国平衡需要相对独立的邦伊级势力，他们暗中与灵教团不同派系联络，争夺或自称死神后裔。另外，玫瑰学派和福萨克帝国在西拜朗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表面上没有哪个势力属于他们，但实际上很多将军很多酋长都臣服于他们。其中，达尼兹怔怔听着，忽然干笑着抬了下手。船长，我需要做个笔记，要不然根本记不住。被打断的艾德文纳没有生气，指了指桌上的钢笔和纸张，这是个好习惯。我想格尔曼斯帕罗也不希望得到错误的情报啊。达尼兹又一次待在了那里。西拜朗真是混乱啊，其实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表面上有时也很难看出他究竟属于哪个势力，被谁支持着。玫瑰学派在这里有很强的影响力，那对我来说危险性是陡然上升。克莱恩从信使小姐雷尼特提尼克尔那里拿过了达尼兹的来信，当场拆开，快速浏览了一遍，这让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亲自前往西拜朗，除非跟随阿兹克先生过去。第140章通灵结果。目送信使小姐离开后，克莱恩看了眼手上抓着的信纸，再次考虑起西拜朗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必须做好阿兹克先生之后1个月都没回信的准备，也就是说，当7月初来临，他有可能只是和几位军方人员一起去西拜朗，没有前死亡执政官保护，这样一来，玫瑰学派的阴影将始终笼罩于他的头顶。2个方案，如果确定危险极大，那直接放弃道恩唐泰斯这个身份，反之认真考虑客户名单，不将任何疑似与玫瑰学派有牵扯的势力放入联络范围。不如先预设好目标，让意外可控。达尼兹提供的情报应该来自冰山中将，这里面有2位土著将军显得较为独特啊，其他任何势力不管怎么样总会标注是更亲近鲁恩、英蒂斯、福萨克还是费内波特，或者内部多个派系各有倾向，达成平衡，只有他们，注解里不包含外国，仅得灵教团支持一项。克莱恩从头又阅读起信中的内容，隐约把握到了点什么。他初步怀疑这2位土著将军与知识教会搭上了线，冰山中将艾德文纳不做标记，就是故意凸显出他们的特殊，告诉格尔曼斯帕罗这是可以合作的对象。
这样一来，他不需要担心达尼兹那里走漏消息的可能，因为没有消息可供走漏，存在的只有暗示。梅桑耶斯、卡塔米，前者得到了灵教团内部皇室系的支持，后者暗中自称死神后裔。呵，就算是真的，也是不知多少代的后裔了。如果遇到阿兹克先生，该怎么称呼？克莱恩笑了一声，随手一抖，烧掉了兴致。他随即在有大阳台的半开放房间享受起精致的下午茶，直至管家瓦尔特进来，低声说道：“先生，又有警官上门。为了卡隆自杀案这件事情，明面上的线索始终指向着道恩唐泰斯，所以哪怕有辛德拉斯男爵处理后续，警察们还是得时不时过来拜访，要不然那些报纸记者肯定会说他们渎职。至于马赫特议员遇袭案，因为道恩唐泰斯只是一个较为重要的目击证人，所以录完口供后就不再被打扰。请他们到2楼靠花园的那个起居室。”克莱恩将吃了一半的淡奶油海绵蛋糕放回托盘，喝了口红茶道：“作为主人，他不用担心下午茶的茶点浪费，因为剩余的部分归属男仆和女佣。如果他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或者要求准备的刚好，那吝啬的名声将在这片街区的仆人间流传，从而进入女士们、先生们的耳朵里。”瓦尔特表情没太大变化的回应道：“他们是想请您去警局，因为今天是卡隆家人指认嫌疑者的日子。他们说，这很抱歉，但这属于必要的流程，不能有缺失。”克莱恩缓缓起身道：“我能理解，理查德森，去拿我的外套、帽子和手杖。”既然已经跳了出来，他倒是挺乐意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看卡隆和他的家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将如何转向辛德拉斯男爵。北区警察分局一个宽敞的房间内，克莱恩隔着一面作为墙壁的玻璃见到了卡隆的家人，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一个接近40的女士，一个15、16岁的少年，一个不到10岁的女孩。他们的目光扫过了玻璃墙后面的一个个嫌疑者，同时落在了道恩唐泰斯的脸上。是他，就是他！那个少年大声喊道，眼睛一下变红，双手紧握成拳，试图冲向玻璃墙。是他，警官，是他！年近40的女士豁然就流下了眼泪，望着道恩唐泰斯的目光充满痛恨和仇视的情绪。她牵着的小女孩大声哭了出来：“爸爸，还我爸爸！”两位老人各自抹泪，一个强行镇定，一个抽噎的快要晕厥过去，悲伤的气氛一下就弥漫开来。然而克莱恩在此之前甚至没见过他们，被植入了记忆。他微皱眉头，边叹息边揣测着卡隆家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与此同时，这个警察局的地下停尸房内，戴利西蒙尼拿起一支铅笔，身体略显颤抖的画起素描。因为是来警察局帮忙，进出有可能遇上报社记者，他未穿惯常的通灵者长袍，换上了一套黑白格的女警制服，上身衣、下身裙配及膝皮靴。此时他手掌不受控制的来回移动着，纸张表面很快就出现了书桌、凸度窗、墨水瓶、左轮手枪等物品。而在凸度窗上有映照出一道人影，这人影头发整齐厚疏，银白与乌黑交杂，脑门宽阔，颧骨颇高，多有皱纹，正是辛德拉斯男爵。啪！戴利手中的铅笔掉在了纸上，他随之抬起头，对主动来帮忙的伦纳德·米切尔和负责协调沟通的2位督察道：“卡隆自杀的那一秒钟，内心有存在相当强烈的抗拒，也就是说，他的自杀存在暗示和引导。这不是简单的心理学问题，必然涉及较高层次的非凡力量，而这种矛盾、这种对抗，导致他情绪崩溃、灵性爆炸，在死前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样子。这就是他眼睛里定格的画面。”旁边的高级督察眉头紧锁道：“西蒙尼女士，你的意思是，卡隆最后看见的是真正的凶手？辛德拉斯男爵确实是真正的凶手。”伦纳德·米切尔顿时嗤笑了一声，眼睛看见的未必就等于真实。我说幻术，你们可能不懂，但如果我是凶手，完全可以找一个很像辛德拉斯男爵的人，在卡隆自杀前出现于房间内。2位督察对这个解释很满意，同时松了口气道：“我们立刻安排卡隆的家人过来，麻烦2位以不伤害他们的方式获取更多更真实的线索。”好，戴利揉了揉眼角道：“我先去一趟盥洗室。”他这次未涂奇怪的眼影和腮红，除了皮肤显得较为苍白，完全没有了妖异的感觉，而且年纪似乎也一下小了不少，从30出头退回了20几岁，
眉眼开朗，五官清丽。伦纳德·米切尔想到接下来还要忙碌好长一段时间，也跟着离开停尸房，走向了位于上层的盥洗室。两人刚走完阶梯，绕过拐角，忽然看见一位鬓角斑白的绅士出现于走廊另外一端，带着男仆往警察局大门而去。这位绅士成熟儒雅，有一双幽邃如同月下湖泊的眼眸，正是道恩·唐泰斯。戴利·西蒙尼恍惚了一下，若有所思的侧过脑袋，望向伦纳德·米切尔，发现这位墨发绿瞳的诗人也在注视道恩·唐泰斯。你之前为什么突然申请来帮我？那个灵教团的成员应该快要锁定了，你们不缺少事情做。戴利没给伦纳德找理由的机会，顿了一秒，直接问道：你觉得刚才那位先生有问题？伦纳德收回视线，沉默了2秒道：道恩·唐泰斯见过大主教阁下。他故意没做肯定，也未否定，只看似答非所问的提了圣安东尼一句，言外之意就是大主教阁下没说到恩唐泰斯有问题。至于是没发现还是单纯没说，那就不知道了。戴利轻轻点了下头，眸光内敛的转向了盥洗室。周三上午，拿着邀请函的奥黛丽·霍尔乘坐马车抵达了圣塞摩尔教堂所在的佩斯菲尔街。即将成立的鲁恩慈善助学基金就位于这条街的22号。房屋属于黑夜教会，不需要缴纳租金。临下马车前，奥黛丽手拿邀请函，望了眼窗外的风景，对未来充满期待。她将成为理事会理事，并进入募资和对外联络部门工作。